大家好，我们是 NB，欢迎来到重生之我在2008年过6·1。各位小朋友们，开始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耶！好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各位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出生于2004年的傅逸晨，我今年4周岁了。平时喜欢在家里看迪迦奥特曼。哇，好棒好棒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程毅，我今年5岁，大家可以叫我小易。最喜欢看《铠甲勇士》。真的吗？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小狐狸4号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当当，各位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2年级的7岁的凯陀。在我的老家，大家都这样叫我凯陀。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个驼字，名字后面有个驼字，然后一坨。感觉这个班上的小朋友们好像有一点点奇怪，有点不懂。话。下课给我等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1年级的盛奇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琪琪啊，琪琪。我最喜欢听音乐，然后喜欢看火影忍者。看我们2个现在在一个世界，琪琪他们2个人在哪个世界我不懂。好了，其实刚刚和大家是开玩笑的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NB 的时光机，我们重返到2008年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大家小时候的照片吧。明凯，感觉应该明凯吧？陈毅也挺白的。我是暖白，反正不是我。明凯，林凯，这肯定对了。陆还是 Chen？小时候就开始。其实有一个小天麦，我谁都没告诉过。我小时候打过架子鼓。哦，他可能在混淆大家的那个也有可能对。那我想录吧，我想录。我投录。哦，哎，那我也投入吧。那我也投，我跟风。哎，骷髅，这么小就开始穿，老前锋我投 Chen 一票吧。我觉得很像钱的。那我投我自己一票。我怎么有炸呢？2003年，我投那个3号，感觉好像印象中好像有看到他那个照片里比。哦，我自己都没这个印象，我就记得。 2003年就比的话，我觉得除了明凯以外，对啊，除了敏感还有谁能比啊？但是你们3个也出生了我们吗？ 3个也谁婴儿的时候这样可能这样出生的？等一下，这合理吗？I want milk。问我投明凯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明凯。只有明凯，我觉得这个是明凯，我觉得这个是明凯。我自己都不知道。4岁出了个人专辑，我们里面还有小童星呢。 4岁就出个人专辑了。不是，那这是史前大前辈啊。我投4号吧。我坚持我个人，谁？我投4号，我投3号。那我也4号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4岁发专辑。林克，哎，我就知道，果然是。这谁？这谁啊？这谁？我觉得肯定是明凯。那03年谁那么大？但这个头型跟现在都一样哦。谁呀？这老前锋穿搭，我的天哪！来吧，一晨，你说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一套？是不是你爸爸喜欢这样我怎么穿？知道？看谁最粉白？应该是这个吧？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不知道，这位这是在婴儿房吗？你们为什么会有纸箱啊？这应该是陈毅吧？因为我觉得除了我这种白之外，应该就是陈毅了。不应该是一晨吗？一晨每天咬手指，我都不知道他咬什么。这位老师，这太 Y2K 了吧？这是千禧年经典穿搭呀。我的天哪！排除法来选择，那只剩这一个。只能是那个了。可是为什么这个是个人专辑呢？总不能这个出专辑吧？是这个，陈毅没错吧？
哦，我就是名侦探。这个你要小时候就开始练习这种动作了。妈生冷白皮。原来你这个姿势跟陈毅学的。哇，这么早就开始有 sense 了，太潮流。那我们下一位是谁呢？不用想了。哇塞，我们的音乐王子、节奏大师小时候看更多了。你可以多做一下这个动作吗？我们真的想看。只是那种很带挑衅意味的坏笑，眼神里3分冷漠。3、2、1，哎，有一点了，有一点了，有一点了。第3个问题是最有悬念的问题吗？我们下一位拉夫劳伦王子来了。天哪，这个太难猜了。首先排除 Chen， 肯定不是 Chen。3、2、1，哇塞，可以模仿一个吗？哦，哇塞，厉害！快发出一个老前锋的笑声！这样子。下一位是一个非常可爱帅气的小朋友，是谁呢？应该是他自己他了。在铺垫自己。江江，哇塞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林克，好吧，下一位很比例长大哎。来了 Legend， ，4号。哎，救命！哇，这是什么专辑？这是？写真专辑。哦，写真专辑啊！我说出音乐专辑了。哇，写真专辑，厉害厉害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不难，太难了，挑战太难了。大家不容易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秘密基地？明凯回答：我小时候住在奶奶家嘛，就是这个房子的外面耸起来的地，然后长长的，我就会在里面把我喜欢的东西都埋在那个土里面。你想让它长出来吗？辣条长得这么高。谁现在还保留着小时候的奇怪习惯？当场做一下。这个我想让水吗？啊，我其实好奇一晨。我有个棕色的那种小熊，然后就是我不抱那个东西睡不着觉，我会闹的程度。把那娃娃抽走，现在。闹啊闹啊！拿走。今天晚上回家我试试看。不是，现在已经现在没有，对啊，现在还保留着的啊，现在还保留着的咬手指。精辟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时候有没有被请过家长？因为什么事儿？我觉得这个要比较顽皮捣蛋的。一晨，你回答吧。因为经常不写作业，然后学习成绩然后下滑，然后还有空间下滑的。总不能上升给我请家长吧？小学时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帅的事情。我小学的时候是过红旗，我小时候全班同学面前就是表演了这个姿势，跑到那个讲台上。单簧管，翘课桌，除了这个还有没有更帅的？我有6儿童节的时候，毛遂自荐去了那个广播台，说我这次我要跳迈克尔·杰克逊的舞，这个太帅了吧！然后我就直接表演了一次那个叫 Dangerous 的舞蹈，这个确实很帅。分享一个你4到6岁时最爱的玩具。那我要换个玩法了。打不打？不打。打不打？打。好，你打。一个是神光棒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迪迦奥特曼，就ting有一个，然后ting，这个简直就是我们的奥特曼启蒙。当时那个按下会开，然后就会发出奥特曼里面的音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枪的那个模型，里面装的是黄色的子弹。对，黄色的。如果现在让你穿越回小学课堂，你最想改掉哪一次社死现场？想不到什么社死现场。打不打？现场打。不是，我想想，让我想一想，他小时候感觉都是很帅气的。没有吧？我觉得他社死可能不知道自己社死。老师会问问题，然后我坐后排，然后我就别看我，别看我，我就凑热闹，这样答了。好，那位同学，请你回答。然后我被叫起来了，不会。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不举手的话，老师可能就会挑不举手。对，他就会你要跟大家一起举手。我知道为什么 Chen 那一次举手被老师点名了，10节课里就那1节课举手。有这个大可能，一下子就抓住了盲点，那个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对，所以就被请家长了。哦，连锁起来了，连接起来了。哇塞！下一个问题是，
小明是什么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我小名就有意思了。啊，都知道。3、2、1，富贵。我小名叫平平，平平安安的平平安的。他希望我平平安安的出生的时候，然后希望我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长大，所以就给我出了平平这个。小时候最害怕的童年阴影是什么？那个电影叫做山村老师的一部电影，里面那只鬼叫楚人美，因为他有一个片段就是从门缝里面这样伸出手之后，砰砰砰的一下探出来，找你了吗？看完那个电影1个月之内，我就不敢把那个门缝开着，我老是感觉到里面会有一双眼睛这样盯着我。这太吓人了。其实我也有个童年阴影，大家知道那个柯南里面那个黑色那个人吗？小黑，所以我觉得他都画的很阴森，对不对？阴森很恐怖。对，柯南那个确实挺恐怖的。所以我很不敢看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真的在补习班的时候，有一只这么大的蜘蛛落在我的脖子上，很吓人，真的很吓人。你应该让它咬一下的。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感觉圣贤是那种看到蜘蛛之后会觉得自己被咬了，然后马上跑到天台去试的那种。我觉得他真的会这样。小时候有没有秘密基地？还有一个，作为小区的这个孩子王，就每次我们就像那个秘密聚会一样，就聚在那个滑梯中间的那个执行秘密任务的感觉。小时候过6一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？最想要的是我妈咪带我去吃的是，希望送我一个哆啦 A 梦吧，因为它能实现我所有的愿望。有能发光的能力吧。这是我小的时候在托儿所就是待过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后来就是回家的时候也是自己待的时间比较长嘛，然后特别怕的时候，我就希望就是这个房间啊或者这个地方能亮到就是最亮，挺难过的这种。我小时候特别怕黑，我确实有很大的力气。小时候可能会有那种高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要站操场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低年级的就会被高年级的站走。你给我走开！推小就直接躺地上了。所以我想有超大力，然后就推回去。其实我的话，我小的时候其实得到了很多的爱，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对这些所有的爱，我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它，包括我妈妈对我的爱，或者说家人对我的爱，或者说是同学之间，如果那个时候能珍惜所有的这种情感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，珍惜所有的时间，珍惜这是什么？粉丝的爱，对，珍惜所有的时间和爱。如果我想要超能力的话，我想要一个净化空气的能力。因为小时候如果我在外面，然后回去的话，被我爸妈闻到我在外面吃的东西，会被骂的。小叶啊，又吃辣条了。来，你哈一口气。对，我爸就会这样，所以我在到家门口之前我净化，然后进去。没错，我就可以每次都可以买东西吃。我希望就是可以点石成金。哇，不愧是富贵。首先是觉得就是小时候爸爸就是可能不怎么买玩具给我，看同学他们买了就很羡慕，然后说如果我当时要是能点石成金的话，就可以自己买，我爸爸在外面也不会那么辛苦。可以的，富贵哥。一个是神光棒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迪迦奥特曼。平时喜欢在家里看迪迦奥特曼，我们的奥特曼启蒙。奇迹再见。这是光吗？Let's go。音乐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？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Let's go！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难道停滞不前？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。鼓起勇气，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
出现。不要再做这么这个表情了，就是有点都很可爱啊。好自为之吧，就是好好长大吧。你到现在为止都做得很好，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就好了。祝你专辑大卖吧，然后以后出道之前跟我说一声，我都不知道。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吧，平平。这个小朋友呢，从小就收获了很多爱呀，就是小朋友的课题可能是怎么学会勇敢，怎么学会爱，都做得很棒，然后也有按照家人的要求平安健康快乐地长大，所以你特别好。哦，对当时的自己说，也想对现在的自己说，就是坚持是特别重要的，然后以后也一直坚持下去，总会有一个回报的。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